各位朋友，这两天呢，有不少的粉丝给我在视频底下留言，还给我发私信的，让我讲一讲啊，说这个海外的反贼又闹笑话了。说有一个油管的，还有那个推特上的一个听床痴姓蔡的一个老头啊，被一个反贼的老婆子给骗了，说骗了100多万。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一块吃吃瓜吧，看看乐子吧。啊，这是谁呢？那姓蔡那老头呢？就是那种海外反贼典型的那种精神病的听床师啊。这个中南海就像他那个天天跟那儿拿舌头刷马桶一样，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平时的画风是这个样子的。而张幼霞、刘振利是1月24号官宣的，现在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连这两个人的人大代表资格都没有被罢免，原因究竟出在哪里？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在这个之前，张幼霞死不认罪，不招供；另外一方面呢，军队的这些退役的将领，或者是部分现役的将领，以及呢党内一大批的老同志，对采取如此突然的袭击来抓捕张幼霞或刘振利军中的这种高级将领呢，极度的不安。对习近平就是那种就是常见的那种有这个精神偏执症的那种人一样啊，就中南海的事儿，这个没有他不知道的，对吧？啊，反正上炕认识娘们儿，下炕认识鞋啊，这海外典型的听床师，说他怎么被骗了呢？他是据说是被在日本的一个推特上的反贼给骗了。那个日本的看样子是个绝经的老婆子了，他用那个美颜软件弄了一个美女头像，说这个姓蔡的听床师就精虫上脑了。其实他俩还蛮像的你要说兄弟俩哥俩都有人信，所以他们有天然的这种亲近感。于是听床师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就是评论郭文贵的老朋友说了，这两天中南海听床师蔡慎亏最火的不是他的听床，而是听他的床的，在他的指引下被他床下认识的网上的美女给骗了。骗子很可恶被骗的也不值得同情。老蔡作为皮条客是越来越黑细看一下还别说，老蔡和骗子还真有夫妻相按老蔡这个美女的标准，同样装束一下，没有相濡以沫20年以上，还真达不到如此相像。没准他俩是失散多年的兄妹也不一定呢，对吧？我们的老朋友也在评论说，老蔡是个色鬼企图爬上这个女的床，结果被反杀。一般人见到这个女的都会大失所望，老蔡在性欲的驱动下勇往直前，继续换会，结果 BBQ 了天天听床，肾亏了。这位蔡慎亏他自己说既然这个事儿都引起了王志安的注意了，我就得说一下王志安也知道这个蔡慎亏被骗了100万。他说我在推特上跟这位互关了2年时间，从来没有过私信联系。去年8月份计划去日本，因为是第一次去，对日本的情况想有所了解，于是就私信这位常静。他很热情告知我订好机票，他要和老公去机场接还要请我吃饭。原计划东京停留几天，再坐新干线去大阪后来感到麻烦他就取消了东京之行他收到了这位的私信，说你回美国了吗？他说我呢在上海卖了3套房子其中有一部分呢用来换了1亿日元，原本想在日本买房现在呢家里小孩去美国不回来了也想搬去美国，所以呢手上的日元想低于市场价出这就是开始行骗了呗，就是那种常见的换汇嘛地下钱庄的那个业务嘛。然后呢蔡慎亏一听，他就把这个事儿呢介绍给朋友了，结果
在这个蔡听床师的那个，因为他们搞听床这个事业呀，他一般的都有一个群，这个群里边都是会信这种那个捕风捉影的啊，这种低级谣言的那种人。这种人呢，就是属于郭文贵那个蚂蚁帮一样，属于智商逆淘汰下来的品种。你想想，能信听床师的，那肯定是精神和智力都有毛病的反共分子啊，所以他们智商很低。于是呢，就去找了那个女的换汇，结果被骗了102万人民币，就这么回事儿。那至于这个蔡慎亏听床师有没有被骗呢？据他自己说，他没被骗，只是信他的那些人被骗了啊。他对王占安说：“那个我没被骗啊，我没被骗，只不过是他的粉丝被骗了。”这是个老骗子了。他以前还想去骗谁呢？骗那个英国的小扎。大家都知道，在英国当时有一个那个挺郭文贵的那个叫小扎的吧，老粉丝都记得。于是这个骗子呢，到了英国啊，也是跟那个说的是同一套东西，说你换不换钱啊？小扎说我没钱，我不换。哎，所以说这个母蚂蚁并没有被骗啊。这个骗子呢，后来还说啊，你这个曾经挺郭的大名人，对吧？啊，开了一个破20多年的桑塔纳去接我啊，他还不愿意了，没骗到这个钱，他不愿意了，还把那个小扎的没有美颜的那个老太太的丑照给放出来了，好多人都看不下去啊，说刷到这条啊，你们这些这个蔡慎亏和常静，这都是骗子和蠢货之间的事儿，不打算这个纠缠啊，但是呢，刷到这条忍不住讲几句，人家好心去机场接你，你看不上他的破车，你可以拒绝乘坐，对吧？你自己打个豪华车走啊，完了以后你到了人家家坐人的车还嘲笑人家他问题就是说他没骗来钱嘛，还把那个小扎的老太太照给放出来了。不看真人，在推特上人均都是美女，绝了精的也像18的一样。结果呢，就被精虫上脑的就把那个精虫上脑的这个蔡慎亏听床师给骗了。完后这个骗子很嚣张啊，好家伙，你看看这骗子很嚣张啊！你看这骗子这美颜以后的这照片啊，骗子说啊，全世界各地的律师都已经介入了，要告这个听床师蔡慎亏啊，蔡慎亏那个不惧啊。好，你这个口气还挺大呢，你好像人家美国司法部门是你家开的一样，那国际刑警组织给你一人服务一样，你有种到美国告我来啊！他又写了一篇详细的这个解释，说他是怎么被骗的啊。他问题是这个蔡慎亏的那帮那个粉丝们觉得，既然是那个蔡听床师介绍的，那不是可靠的吗？他的粉丝们被骗了，还是说蔡听床师自己也被骗了？现在搞不清，反正是100多万人民币。那这个蔡听床师有没有责任呢？法律上很难说，但是道义上肯定是有责任的呀。这个骗子呢，现在什么情况呢？经过多人的举报，他的这个推特已经被封了啊，他行骗的途径是断了，而且呢，很多被骗的人不仅仅是日本的，还有韩国、泰国的、中国的、欧洲的人，都被这个骗子曾经骗过。现在呢，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受害者群，想那个在日本提起诉讼啊。骗子跑了呗，从此绝经老婆子那就
消失于江湖蔡肾亏老听床师被自己失散多年的这个亲妹妹给骗了，或者亲兄弟给骗了，是不是也不亏呀？还是我那句话，你们细品反共必脑残。有些人是智力有缺陷，有些人是精神有缺陷，大部分人是两者兼而有之。点个订阅，下期再聊。